各位朋友，我又要给大家说个暴论了啊！中国现在这个情况啊，就像二战和一战前夕的德国那样。中国现在社会上各种极度内卷，有人在网上喊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那就是因为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现在只有通过对外的战争和扩张，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极度的内卷。当然了，世界各国的底层老百姓活得都很累，没有轻松的，包括现在的美国、西方的高福利的那些国家，每一个人都很累。西方的那些高福利的国家，现在呢也是社会财政体系面临着崩溃，大量的这种移民的涌入，让社会治安恶化，经济条件也是在这个极度的倒退，大家活得都很累。美国有斩杀线，中国就是各种的内卷。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呢，就是中国的网络上流传着一篇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家先看看这篇文章他是怎么说的啊？说鲁迅先生曾在《灯下漫笔》中写道，中国百姓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声跨越100年的叹息，至今仍能在深夜的写字楼灯光下找到回响。这种累不再是旧时代的铁蹄与枷锁，进而演化成一种现代化的自愿的绞杀。我们在这个暂时坐稳了社畜的时代里，把透支生命当成勤奋，把生存竞争当成生活本身，造就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并不全是所谓的不努力之类的个人原因。在中国的社会努力，就好像你去了一家明知道庄家会作弊的赌场，那么你还有往里头梭哈的信心吗？这种时候只有2种人会梭哈，一种是钱多到花不完的，另一种是对未来这个形势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只凭着感觉过日子，盲目的认为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的人。中国人的人生就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从小到大，中国人的一生总是充斥着等到大学就好了，等到涨工资就好了等等一系列所谓的就好了的言论，而事实上这基本上不过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个坑。大3找实习找工作的时候，那是累的比街边的一条狗都不如。在上中小学的时候根本就不相信到了大学就好了的这种话，但是无奈大家都在做相同的事儿，父母也一直灌输这样的观点到了大学才发现，这基本上就可以说是纯纯的谎言。为什么说中国的每一个阶层其实都是坑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欺骗。这个社会画了一个大饼给苦苦刷题12年的学生们，结果换来的却是一片崩溃。注水到水漫金山的大学，为什么要花12年的时间读书呢？难道为了美其名曰为了公民的教育水平，然后告诉你说这是你的思想财富，以后与人交流时能够腹饱诗书？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呀，也是非常扯淡的呀。应当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这12年学的东西根本对生活就没什么用。作为一个学生，最大的作用其实是成了社会运转的一个齿轮，无数个个体在社会中组成了一套精密的国家运转机器。你的出生给了医院护士工作的机会，你的衣食住行给了玩具厂商服装厂的订单，你的上学给了学校老师教育局的工作机会，你的文具用品给了学校文具店的订单。每个人都是社会运转的一个齿轮，共同形成了社会这么一套巨型的工作机器。乡土中国的作者费孝通，大家都听过吧？是语文教材中的必读文章，但他还有另一篇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文章《生育制度》。费孝通先生具有超前的眼光，
说生孩子是典型的损己利人。为什么说生孩子是损己利人呢？如果你把生孩子当做一个投资，这就是一个赔的裤衩子都没了的失败投资。中国的孩子平均养到大学要花费约60万元，这还是不算上各种辅导班的费用。不仅是金钱，生孩子还要抽走你的时间和精力，而这还要持续约20年甚至更久。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的观点比单纯的感性讨论更冷峻且深刻得多。他并非在单纯的抱怨养娃辛苦，而是从社会学工程的角度剖析了人类如何通过一套制度诱导个体做出违反生物本能、趋利避害的牺牲。婚姻制度就是一个强行把养育孩子的巨大的时间、金钱成本扔给父母而创造出的枷锁，他把夫妻双方绑定在了一起。损己利人的社会学定义，哺育是种损耗。费孝通指出，从生物个体的角度看，生育和抚育完全是入不敷出的。他认为人类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生物本能而生孩子，相反，生育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强制性的连接性爱与抚育。自然界的生物繁衍后代的成本是很低的，比如说卵生动物，它们只需要下蛋，根本不需要承担后期的培养成本。而对于胎生动物来说，只需要抚养到成年就可以各自分开。这么一对比，人类的养育负担简直是给自己套了套沉重的铁链，而且国家用这个制度强行绑定了父母和孩子目的也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核心逻辑就是一个人为了养育后代必须放弃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这种牺牲在自然界中并不一定要做的，而人类社会通过文化加制度枷锁强加给个体。社会契约的本质是为社会输送零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观点，婚姻的本质不是为了保护爱情，而是为了确立抚育的责任。他认为人类的生物本能是趋利避害的，而养育后代是一个漫长、耗钱、耗力且损己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种强力的社会机制，理性的个体很可能会选择只生不养，或者是干脆不生。费孝通直言不讳地指出，性爱是生物性的，但婚姻是社会性的。社会之所以要发明婚姻这个繁琐的仪式和法律框架，核心的目的只有一个，给孩子找2个全职的合法的债主和保姆。婚姻通过法律和习俗强行的将性、生殖、抚育这3者捆绑。一个人养孩子太累，容易中途放弃，损己太重，所以制度规定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这叫双系抚育。这种制度像一场强迫合伙。社会通过道德舆论，如不负责任、抛弃妻子和法律制裁，确保父母双方都被锁死在抚育岗位上。这种双保险机制本质上是为了降低社会抚养的成本。国家和群体不需要直接掏钱养孩子，而是通过婚姻制度将这笔巨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转嫁给2个独立的个体。费孝通认为，社会就像一个永恒的机器，然而个体的寿命是有限的，为了让机器不因个体的死亡而停止，就必须有一套制度源源不断的生产新的社会成员。你以为你在养自己的孩子，其实你在为社会培养下一代的纳税人、劳动力和士兵。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欲望、财富积累和自我发展都被这套名为责任的制度优先级排到了后面。本质上来说，生孩子就是给自己负担，白白的把未来的劳动力送给了国家，你自己却在这12年的国家机器强行给你套上的枷锁里边得到了是一片空虚，而你的存在恰恰却养活了一大片的经济产业。你的父母辛辛苦苦的积蓄就通过这样的隐蔽的手段重新流向了社会，而对于辛苦的父母却鲜少把自己的收入给到自己，为了自己而活。当然了，他说的这一套适用于各个国家，并不仅仅是中国，对吧？那你这个人来到这个社会上，那还有一个你繁衍后代的责任呢，不然的话人类怎么存在呢？对吧？所以他说的这一套对，但是呢是全人类社会的
通常的规则而已。说父母积累的财富通过隐蔽的流转，孩子的教育、医疗、消费重新回流到社会循环中，个体的空虚，父母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成了抚育的工具，他们存在的意义被孩子填满，却丢失了自我。文化的诱导，社会将苦难包装成神圣，为什么人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损人利己的枷锁呢？费孝通认为这是文化潜移默化的功劳，社会通过父爱如山，母爱伟大，反哺之情的文化叙事，把本该是负担的抚育行为包装成一种道德的制高点和情感的升华。但是呢，这个费老想必也是一个极端自私和冷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养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对你是一种应该来讲是一种亲情上的补充和生而为人的这么一个生物学的愉悦的过程。那你如果身为一个人，你觉得养育孩子都没有乐趣的话，那你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生物的最基本的本能了嘛，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文化人是精神很变态的，他的这个思想有的时候是很惊世骇俗的你要这个选择着看中国人没有一天真正的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别人而活。人来到这个世上就只有一次，那大家都想要能够为了自己而活。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的追求无尽的名利和财富，攀比阶层，不停的往上爬，以为自己赚了更多的钱，得到了更高的位子，就有更好的生活对吧？那当然了有人呢就不停的攀比，211的你到小公司就会受到嘲笑，对吧？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就是级别更高的人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呢现在中国的就业环境还管你什么211、985的呀，博士毕业的送快递的有的是就是这么卷。中国人的比较心理是刻在骨子里的对吧？为什么考了一个好大学最后要出来送快递呢？跟同学比的就是小时候比成绩，长大了比谁的房子大，谁的车子贵，谁的老婆漂亮本质上都是迎合社会的胃口，别人的胃口说中国为什么会变得这样了呢？这个人呢就说，中国千百年的统治方针，商君书，商鞅之恶，包括愚民武术，什么弱民、贫民、那个疲民、辱民、愚民就是商鞅搞的这套愚民政策弄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幸福和国家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的新闻一直充满着所谓的营学，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人民就过得更好吗？显然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最重要的是人均 GDP 的占比，而中国的人均 GDP 那可是遥遥落后听出点那个反贼的意思来了，对不对？这没准也是人家 NGO 给钱写的一个通稿。谁不这样难道美国不这样吗？难道欧洲不这样吗？你成为一个人，你就得落入到这个窠臼里来。说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急剧的下降呢？说在中国双休是不强制的，劳动时间是没有保障的，社保是要强制的，导致的后果就是年轻人为了生计疲于奔命，对吧？所以996一回到宿舍就想躺平。现在的数据是2025年中国的人口出生人口仅为5.3%， 792万官方的数据大家都懂，里边的水分还有很多的，所以中国的生育率是非常的有问题的。
为什么在中国再努力再内卷都没有用呢？你只要足够努力就能逆天改命，说这话的人非蠢即坏，相信这话的人就是小白甜，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第二种人就是幸存偏差这部分人是得利者，要求以后还能有更多的纳税人为自己交钱。但在当下中国社会结构中，这种纯粹的体力卷、低效率的卷早已是死路了。中国的工作无非就是体制内体制外两个选择。体制内看不见的天花板和血缘的屏障，是吧？北大博士论文有一个中线干部这位冯军奇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前往中部省份的一个普通县挂职锻炼2008年的时候，他找了161位各级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还调阅了大量的人事档案。基层的政治生态中存在着盘根错节的政治家族，这些地方权力的更迭遵循着一套裙带逻辑。普通家庭的孩子考上了公务员，熬过了无数个通宵加班，写破了数不清的材料，晋升途径上依然可能会输给那些家学渊源的子弟。领导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仕途你只能低三下四，甚至付出潜规则的代价。看那些身边身处最核心权力的人，一开始就是凭借关系背景，一步就坐上了书记的职位，2步做到市长，3步做到省长普通孩子一辈子只会在科级的级别上蹉跎，说那全都是安排好了的血缘的纽带了说体制外技术殿堂里的高僧与苦行僧。那么以计算机代表的技术领域看似公平，实际上有极高的隐形门槛。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是高智商人的游戏，对吧？就是说你真的是得做到拔尖的，有那个计算机天才，你才能到大厂出人头地，绝大部分人是不行的。那么进了大厂呢，大厂里也有围城，对吧？除了工资确实高，其他的也和小厂子的工人一样难受。而且这个大厂对人的摧残是全方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苦修，996周报什么末位淘汰，360度环评，那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对身心的极度压榨。下了班什么都不想干，你还愿意生一个孩子给自己雪上加霜吗？说即使年薪数十万，你依然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高级组件，在这种极度内卷的环境下，你不敢生病不敢拒绝加班，因为后浪正源源不断的涌入，对吧？所以你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普通人面临的现状，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无解。无论你努不努力，这都是没有意义的，就算你付出再多，也无法让你过上满意的生活。所以这篇丧标文章的作者说，当社会的评价体系变得单一，当血缘胜过汗水，当技术红利变成体力压榨时，盲目的努力只是一种自我感动的消耗。如果不去反思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再多的努力也是只是为别人搭建更牢固的围墙。这篇文章海外的反贼们也都在转大家都看出来了吧其实中国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这个问题。当生产力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阶层的固化，财富的这种聚集，那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体制下都是不可避免的，对吗？但是你反过来想，中国正在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一个社会的废人也不至于饿死。那西方呢，
也差不多呀，高福利的国家也在搞这一套，对吧？那美国呢？美国有斩杀线，斩杀线可以清除一些社会的废人。每个社会都有残酷的一面，对不对？各位，谁活得不累呀？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对吧？那怎么办呢？这种社会的内卷怎么打破呢？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根本没法打破，没法打破。唯一的就是当资源不够的时候，那唯有通过对外扩张和战争去攫取资源和消耗过剩的人口，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冷酷的法则，是不是？美国现在不停的在抢劫全世界来维持它这一套社会体系，中国如果不对外扩张，不去抢劫别人的话，那这个压力只好内部消化，消化不了，那就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不是一直呼吁吗？中国该站起来当个大国了。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